Hello，大家好，每天读经5分钟。今天呢，我们在线上跟大家一起再来读一小段六祖坛经。我们目前最近都是在读行有品哈。那今天聊的内容可能会比较随性一点哈，架构没有说顺序上没有那么的严谨哈。今天早上呢，就是醒来的时候，那个还有做梦嘛，就是刚醒的时候还记得昨天做的梦，然后刚醒来的那一刹那，就是有想到，因为我们最近都读六祖坛经嘛，今天早上刚好就想到六祖坛经的内容，我就想到那个一花开五叶，就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还半梦半醒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到了这个一花开五叶哈，因为我们昨天有提到呢，五祖弘忍传法给六祖慧能，他告诉六祖慧能说，从今以后呢，佛法在你手中呢，就是普传出去了，大肆弘扬出去，弘扬开来了哈。那在五祖弘忍之前是单传独授的，他虽然会推广《金刚经》呢，可是呢，所有的人你是自己去领悟的哈。祖师并没有说特地的去引导或帮助每个人开悟的这样的动作哈。但是呢，在六祖慧能以后呢，就是进入到普传的阶段了。那关于这个东西呢，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也蛮关键的一个过渡哈，就是说达摩祖师从印度传法到中国呢，传了5代，传到第6代祖师六祖慧能，这是一个分界点。六祖慧能之前是单传独授的，六祖慧能之后呢，就打破这些限制了，就开始普传出去。那我就在想说，奇怪，我一直印象中六祖坛经有一段话，就是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。结果一奇怪，行有品读到快结束，怎么还没读到这一句话？然后我就早上做梦的时候，我就想到这句话嘛，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。那这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的意思啊，当下在半梦半醒的时候，我就明白它的意思哈，就是说，然后后来我先把这段话找出来哈，是在最后面第10章附主品，就是六祖慧能准备要离开世间的时候的附主品哈，他才有，因为六祖慧能有10个大弟子嘛，以后都各为一方师哈，那这些弟子就在六祖慧能要离开的时候，他就问他这些一些交代的事情，然后他才有提到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。就是在行有品的时候，呢，这是354章哦。行有品的时候，五祖弘忍有说，五祖弘忍只有说呢，达摩祖师交代说，衣钵到你就不传。这里五祖在传法给六祖慧能的时候交代说呢，达摩祖师有交代说，因为达摩祖师从印度传法到中国，将这个心法经典的部分跟心法不一样，经典的文字呢，玄奘大师去印度取经的时候，就带回了很多经典文字，在唐朝的皇宫当中翻译出了很多佛经，所以佛经早就有在中国流传了。可是呢，佛法真正传到中国呢，心法的部分，心法就是说，像我们学很多东西都一样，有外在的招式，但是还有内在的心法。心法就是说，你是用什么样的心境、什么样的态度来操作这些招式，来运用这些招式哈。心法的东西是不是文字所能表述的？那达摩祖师呢，在唐朝的之前就是达摩祖师传法到中国呢，就是传的是心法。然后呢，传到六祖慧能是唐朝时期嘛。那达摩祖师呢，特地就是将这个心法顿教法门传到中国来。那这个动作呢，
其实就是它是有使命的，因为你如果读到后面，你就知道说这些祖师都知道未来。比方说五祖弘忍传法给六祖慧能的时候，他就会说，未来3年后我才会离开世间。所以说这些开悟的圣人，他都知道他的智慧不是只有当下而已，他知道未来的发展。那当时达摩祖师刚传法到中国的时候啊，在行有品的时候还没有讲到这个寄语，可是到附主品的时候，六祖慧能就说出来。而这个寄语其实也是五祖弘忍传给六祖慧能的，只是行有品没交代嘛。就这首诗，他说呢，先祖达摩大师传授下来一首诗句，根据这首诗句的含义呢，已经说了衣钵传到六祖慧能这一代就不再传了。那这首诗句是达摩祖师传下来的，那当然也就是传到了五祖弘忍，然后五祖弘忍再告诉六祖慧能的这首诗句就是吾本来兹土，传法救迷情。这吾就是达摩祖师，达摩祖师来兹土，来哪里呢？来中国。达摩祖师来到中国，建了梁武帝，寻找了一些徒弟，后来最后找到慧可嘛，二祖慧可。那达摩祖师来中国传法呢？我们讲迷悟嘛，顿教法门当中，人只有分2种，一种是迷，就是还没有发现自己自性智慧的存在，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菩提自性。那悟就是说，你除了知道有菩提自性，而且你也能够跟自己菩提自性连接上哈。那这个东西去跟自己菩提自性连接上，这就是心法，因为这是在你潜意识当中起心动念的东西哈。你必须要把潜意识当中的乌云都除去之后，才能够见性。那达摩祖师呢，来到中国就是要传心法，让中国这边，因为祖师都能够预知未来，他知道未来的法脉要传到中国来，然后他这句话就已经是预言了。一花开5叶，结果自然成。这一句话就是达摩祖师留下来的预言。什么预言呢？就是我今天早上做梦，半梦半醒之间，我就突然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。有时候我们读经就是这样，你天天在读，然后有时候潜意识酝酿，然后有时候突然睡醒，或是突然一个时间点，你就突然明白一句话的意思。而且这句话其实是我们是没有读到的哦。像我这句话"一花开5叶，结果自然成"，我是很久以前就读到，可是我今天早上做梦的时候，我就想说奇怪，为什么我行有品快读完了还没读到这句话？所以其实我们最近读经，我是没有读到这一句话的。可是呢，我们有读到说，五祖传法给六祖慧能，然后从单传独授变成普传的这个过渡时期。那这个过渡时期就牵涉到达摩祖师的这个预言。他说呢，当时达摩祖师刚来中国，对不对？就传下这首诗句了。他说：“我来中国传法，传心法呢，引导这些有缘的众生能够从引迷入悟。”而且，然后达摩祖师那个时候根本就还不认识五祖弘忍、六祖慧能，可是他就已经说了“一花开5叶，结果自然成”。然后呢，五祖弘忍告诉六祖慧能说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衣钵只传到六祖慧能这一代。那什么意思呢？一花开5叶嘛，达摩祖师是印度人呐、所以一花。然后呢，达摩祖师传法到中国呢，传了5个传人，就是5代。第一个慧可嘛，第一个，再来呢，僧璨，三祖僧璨，就中国的第2个祖师嘛。再来呢，道信，就是4祖。再来呢，5祖弘忍，再来6祖慧能。所以说，东方在中国是传到了第5代，就六祖慧能是中国的第5代祖师。一花就是达摩祖师嘛，1加5就是6嘛。6祖当中，达摩祖师是来自印度的嘛，就一花嘛。然后传到中国之后，传了5代，就是2祖、3祖、4祖、5祖、6祖。所以说，当时达摩祖师就已经预言说，我传心法到中国来哈。达摩祖师来中国传心法，引迷入悟这件动作呢，未来
我呢传了五代的之后，单传独授传了五代之后，就到六祖慧能之后呢，结果自然成，自然而然这个心法就会弘扬开来了。所以说这是一个预言，当时达摩祖师就留下这个预言，然后传到二祖、三祖、四祖、五祖，现在五祖弘忍又传给六祖慧能。那这首诗句呢，在行有品是没有讲出来的，行有品只有讲到说，五祖弘忍告诉六祖慧能说，衣钵呢传到你这一代就不要再传下去了，因为再传下去的话，你会命如悬丝。然后我就早上做梦就梦到"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"这句话，也不是梦到，就是可能把潜意识里面过去的记忆翻出来，我就想到这句话。然后我今天早上就来找，哦，原来这句话是在第10章附主品才有提到的，但是呢，跟行有品的内容，我们现在读到的这边是呼应的。